所以现在尽管很多的支持者的情绪已经很高涨，而柯建铭出了一个招，双罢，罢你院长，罢你所有蓝的这个区域立委41席，那这会是一个出路吗？我想其实大家很生气啦，很气愤。其实从去年的4、5月开始，大家就觉得国民党或者说蓝白在恶搞嘛。那这个立法院长应该是一个中立主持议事的一个角色。好，不过从民众的一个角度看起来似乎不是。似乎不是那么的一个完全。傅昆萁不是院长吗？我以为傅昆萁比较像院长。是。可是，罢院长这件事情，对难度也很高。但是柯建铭的讲法是说，如果现在不罢免他的话，民进党就可以关门。他认为是一个态度上面的表达啦。那不只是要罢韩国瑜，还要罢区域立委。那党团跟府院党之间有讨论过这个话题吗？其实罢免的事情从来都没有这个具体的去做讨论，所以当然党团在第一线作战，那这个总召或者包括个别的委员他们的意见我们都尊重，不过刚刚特别提到，我们可能也要思考一些事情，就是说我们的敌人或者说我们的面对的一个挑战，其实也不只是蓝白，其实大家都很清楚。更重要的是还有中共的一个威胁。那对中共来讲，其实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对他最好？真的要打台湾要武力攻打台湾，说实在不是那么容易。只要台湾内部是团结，要武力侵犯台湾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不过中国或者中共，它其实最擅长的一个手段就是由内部来做这个渗透跟分化。那台湾最宝贵的一个价值是什么？其实就是民主。那民主最重要的其实是程序，还有法治。那如果程序跟法治被破坏了，那民主的信任度其实也会下降，也会降低。那所以现在的现状就是已经被蓝白破坏了，不是吗？不过如果要破坏民主，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民主来破坏民主。我跟你讲，这就是赖清德总统讲的，但是其实没有人听得懂他的具体的做法是什么。这也是他被很多人抱怨的一个没有展现领导力的原因。而赖清德作为总统以及民进党的党主席，就是你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所以具体的做法是什么？什么叫做更大的民主？告诉我，方法是什么？我认为只要有方法，一定可以这个有非常多的人。这个愿意跟随。不过我刚刚其实已经讲过，方法是什么？方法就是民主的程序嘛。复议是一个民主的程序，不是投票才是民主的程序。其实行政院的复议，还有包括这个释宪，这个都是宪法，都是民主的程序之一。那当然有人在讲说直接的民权，就是所谓的罢免，或者是甚至是这个公投。但是那个都是最后的一个手段，而且那个是属于这个人民权利的一部分。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现在为什么立法院在修所谓的选罢法？民进党从头到尾反对到底。因为蓝白两党在修选罢法，影响到人民，限缩人民权益，这个也是为什么一直要跟很多的民众来提，因为很复杂又很难懂。可是它直接侵犯了老百姓的权益。对，第一个就是提高门槛嘛。对。那很多人就讲这个我选举不是应该是不记名投票吗？结果我要罢免的时候，是不是变得要记名？这不是也很怪吗？那第二个就是所谓的那个选票加一的问题。对。那所以民进党是从头反对到尾。那不过我觉得国民党也很会选议题，怎么选议题法？他就选那种很难懂的。然后这个民众很难理解，然后去关心，这个他也不晓得，他因为不了解，所以他不晓得你在吵什么。可是他就会变成是说，因为你漠视或者是你没那么关心，没那么理解，他稀里糊涂就弄过去了。这也是为什么民进党守得那么辛苦的地方。所以不断的在要呼吁让民众能够了解，说民进党在守护的是大家的权益。
那大家应该要更勇敢的，或者是说更这个主动积极的来支持民进党的一个诉求。所以这也是今天为什么特别要拜托大家，关心现在正在立法院发生的事情，然后给民进党更多的一个支持。我可不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解读？就是说现在民进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它要守护的是民主、法治以及程序正义的问题，所以呢，目前可确定的是行政院会提复议，然后接下来有可能会提释宪。那如果穷尽了这些方式，仍然没有办法达到你们原先设定守护这个人民权益的目标的时候，罢免或者是公投是接下来第2阶段可能会采取的方式吗？刚刚在讲，这些都是公民的权益，不是政党的权利。所以政党并不会主动发动接下来可能的罢免及公投。接下来社会的一个氛围，还有包括这个，其实这是辩证，或者说这是变动的一个关系。这个其实说实在，这个要看蓝白到底继续在国会里面他们会怎么个恶搞法。那所以可能会用，但是要看情况。先下那个时期不要这样子刻意的去框一个标。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大家很慎重的去理解它。那赖清德总统在他上任到现在，他在民众的一个信任度跟满意度，其实基本上是还都蛮高的，大概都维持在54%到58%左右。这表示说人民不管蓝绿党派是信任赖总统的一个领导。那刚刚在讲台湾最宝贵的这个价值，其实就是民主的一个制度。有一个故事可能大家都听过，就是那个所罗门王的故事，有没有？那个说一个小孩子2个妈妈在那边争说，谁比较这个小孩子是谁的？那最后那个所罗门王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要把那个小孩杀掉，就说1人1半，一人一半，你拿1半，1人1半。好，既然没办法分辨，就1人1半。那真的那个妈妈，那个母亲就说：“好吧，那我放弃了。”这个就是我刚刚在讲，今天国民党蓝白他可以恶搞，他可以随意的去弄，然后把大家弄得很气愤。可是今天大家也要想一想，我说如果这个也要小心，这个是不是一个陷阱？也就是让台湾用民主相互攻击，让制造更多的一个仇恨，然后制造更多的社会的这个对立。这个是谁要的？其实这个是中共要的。所以大家在碰到的这个现在的一个状况，为什么赖总统他说要用更大的一个民主来解决民主的一个争端，就是在这边。那程序很重要。我们当然也可以用暴力，所谓的这个暴力的一个手段很爽，一时之间可能大家都对不对？这个得到一个出口，或者这个怨气得到一个解放。但接下来呢？接下来这个社会没有办法团结，我们其实就没有办法去应付或者对付现在中国在各方面给台湾所施展的这些压力。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说用民主去修复民主，可是手段一样重要。所以你要用什么手段这件事情，其实是所以能不能够有效作为执政党统治的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这是台湾在从解严到我们民主化的过程里面，我们现在此时此刻这个时间点，我们碰到的一个挑战。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它？这其实你如果把它想成是整个台湾社会的民主功课的话，也许这个也是民主深化的一个过程。那现在总统还有包括行政院左院长正在穷尽一切的可能跟方法，在回应或者是在这个行这个救济的一个手段。好，我想这个大家应该要对院长还有包括总统有信心。那让他们让这个宪政的一个这个它的一个程序。逐步的来走下去。那更重要，其实也在这个过程里面，让大家看到蓝白是怎么样持续的在恶搞国家。那所以柯建铭
总召是冲太快吗？我想这个我没有办法去评论这个总召他的一个想法。不过刚刚讲过，这个包括我们这不会是你们立法委员采取的方式就对了。其实刚刚也说过，其实对于所谓的这个罢免，其实并没有这个具体的一个讨论过。那这样子的话，不是就会变成这个容易蓝白就抓到这个点，哇！你看吧，你看府院党还没有提你老柯啊，老柯要休息了，太老了啦。甚至有一些这个标根本就错，他也不算什么挺绿学者，反正就是有人认为说政治判断有问题。哎呦，其实我跟你讲，不是就见缝插针的。这个在野党或者蓝白两党，他一定是有什么他就一定见缝插针嘛。就算没有这个课题的话，他也会找其他的题见缝插针嘛。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政治上面的一个操作跟斗争嘛。所以，不过我刚刚还是重复在提到的，就是这一两天其实大家会看到行政院已经采取了相关的一个复议的一个手段嘛。那院长接下来如果复议提了，接下来院长就要到立法院去做这个复议的一个报告。我相信到时候院长也会讲得很清楚。总统有一个宪法上面的权利叫做院际协调，他有考虑要使用这个权利，或者是说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他可以进行院际的调解。其实就包括这个复议这个手段，好，或者说这样子一个程序。假设被否决之后，我可以开始做这件事了。那个可能是一个时间点。对，那可能是一个时间，因为行政院已经穷尽了他可能的宪政上面的手段，而无法达到院际之间的一个协调的话，这个时候也就是说立法跟行政没有办法有效协调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当然总统作为一个更高位的一个宪政的一个角色，这个时候才会比较有这个空间跟正当性。好，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行政院会提出复议，那结果是如何不知道，但是呢，原则上可预见的是应该不会提倒阁，然后解散国会，然后这个重选。可是呢，有一些选区，有一些民间单位民间团体也已经开始发动了这个罢免的联署这件事。然后呢，你知道昨天有一个去现场采访的记者就传照片给我看，他在现场拍，哇塞，有够踊跃，看得出来那个民间的怒气。好，可是罢免这件事情如果要成，其实是需要组织动员的，就是如果他接下来进行到投票的阶段的话，他是需要一个有组织力的动员。那这件事情，民进党作为党的角色，会去呼应，或者是加入，或者是变成主导罢免这个行动吗？民进党从来没有去主导过罢免，所以过去都是国民党在做政治的一个操作。是啊，可是人家就说，那基隆就输了啊。所以没有，所以刚刚在讲嘛，国民党就是都讲反话嘛。他这个反正他就把这个东西做很简单的一个政治的操作，就是说你看这个罢免都是这个民进党所这个发起的。那刚刚在提到，当然是群情激愤了，就是大家觉得这个不爽要把它罢免超踊跃，对。不过罢免不是真的选举。大家必须理解，罢免要经过3个阶段，对，第1阶、第2阶，还有包括第3阶的一个投票。那你刚刚在讲的所谓的组织的一个动员，我觉得比较准确来说，应该是社会力的动员才对。因为罢免这个事情，如果单单只有某一个政党的话，它是很难通过的。大家可以理解，在上一次可能在高雄。这个所谓的韩国瑜的一个罢免，等等，其实那个也不是所谓政党的一个组织性的一个操作，其实它是因为有更大的一个社会力，包括中间选民，甚至是包括蓝白的支持者也认同的时候，这个最后的一个罢免的行动，也就是说他如果从政党的角度出发的话。在野党很容易也把你抹成说，你看这个就是政党的对立，那他召唤蓝白的支持者归队，
其实这种状况下，它只会刚刚在讲变成是政党之间的一个冲突，或者是政党之间的一个可是啊，争斗。这样子其实并不是一开始的时候公民团体所发起的这一个所谓的罢免的初衷。好，所以罢免案大家都理解说它应该要有一个更大的社会力的一个支持，它最后才有可能成功。可是啊，就是说，当这个我们举几个例子，就是不管是3Q 或者是基隆的谢国樑，就是国民党看起来是用组织力道在面对这件事情，所以当一方是有这个政党的组织力，一方面是民间团体，然后社会力，这个看起来就会实力悬殊，相差比较多哎。不过刚刚在提到今天像复议或者包括释宪，好，或者是甚至法定的罢免的时间都还没到。那2月1号根本就还没到。所以现在暖身不是，所以实情你去想一下，我刚刚在讲，其实包括个人或者包括公民团体，或者是不是包括民意代表，因为大家的身份跟角色不太一样。可是今天不管是作为政党，或者是包括这个其他的宪政的这种角色，在复议还有包括释宪这些民主的程序还没有穷尽一切的一个方法或者手段，或者是包括刚刚在提到的罢免的法定的时间根本就还没到，那就去谈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反而会让在野党，他本来是这个胡搞乱搞，可是他可以因为这样子很容易把它操弄成是政治上的一种斗争。你看你你民进党当家闹事，你看你要这个输不起搞罢免，就会让那个正当性反而弱化了。这个其实非常不利公民团体在推动的这个事情。所以刚刚在提到这个包括这些的一个程序，其实都是必须要方方面面要去思考跟顾及。可是啊，我觉得柯建铭讲的一个理由啊，我在网络上面观察，就还蛮获得这个很多人的认同，就是说你全罢，其实某种程度可以达到国会全面改选的目标，就是少了几席，可能这个就有改选的效果。你们会认同吗？我觉得也许时期也可以好好去思考一下，所谓的全罢，它接下来会怎么样？好，或者说所谓的全罢，它到底在政治的现实上面，它到底可不可行？好，或者说它有没有可能性？这个其实都要去思考。那更重要的是接下来。民进党现在总统上任，新任的总统上任，新的国会上任，其实还没有满1年呢。对。对啊。总统上任还没有满1年。总统要到5月才1年。对，到今年的520才满1年，刚刚满1年。那在刚刚在讲罢免这个事情这个他如果是这种状况，它就是变成全面的对抗。那我们的行政院怎么办？我们接下来的执政怎么办？好。那会不会有一种所以可能是？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方方面面要去考量。然后刚刚在讲，如果我们内部是这种状况的话，我们外部怎么样去应对？是啦，我知道中国的一个侵扰。